脑残粉的惊天阴谋，埋藏20年的不伦之爱，心理医生的职业操守，幸福的终极定义。大家好，我是魏之超，欢迎收看《黑客帝国4》隐藏剧情全解析。《黑客帝国4》是大烂片嘛？它炒冷饭、卖情怀，场面敷衍，剧情扯淡。乍一看呢，《黑客帝国4》的确就是把1到3集的主要剧情换了一张皮之后复刻了一遍而已啊，烂片是没跑的。但是呢，在这个不思进取、敷衍潦草的表面剧情之下，也许还隐藏着一层隐藏剧情。如果按照这个隐藏剧情来理解的话，那么《黑客帝国4》非但不是一部烂片，反而是一部心理学神片，是对前3部曲的一种写点式的颠覆。那下面呢，我就先简单叙述一下《黑客帝国4》的表面剧情，然后再展开说一说我对《黑客帝国4》剧情的另类理解，看看能否用它来翻转《黑客帝国4》的剧情。以下内容深度剧透，请谨慎观看。表面上看呢，《黑客帝国4》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黑客帝国3》的人机大战结束之后， Neo 和 Trinity 被一个叫做分析师的 AI 给复活了。由于 Neo 和 Trinity 相互靠近的时候会因为对彼此的渴望激发出巨大的能量，成为一对高效率电池组，于是呢，分析师就把他俩给做成了新版 Matrix 的核心组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了新一代的 Matrix， 史称用爱发电版 Matrix。 在用爱发电版 Matrix 里Neo 被洗脑以为他自己是一个游戏设计师，而黑客帝国1到3部曲中的故事只是他自己设计的一款游戏中的情节而已。不过呢 Neo 是天生反骨在想要摆脱 Matrix 的潜意识的驱动之下，他在一款程序里创造出了新版的 Morpheus， 也引起了一直在寻找他的新一代黑客 Bugs 的注意。接下来的剧情呢，基本上就是对前3部曲的复刻了。Neo 又一次受到反叛军的召唤，又一次从 Morpheus 那里接过红色药丸，又一次在现实世界里觉醒，又一次学功夫，又一次跟史密斯探员相爱相杀，又一次去人类城市，又一次遇见脑残粉，又一次听法国人飙法语，又一次跟法国人的喽啰们交手，又一次在 Matrix 的设计者的威胁之下面对两难抉择，又一次跟 Trinity 打啵，打完啵之后又一次让救世主的力量真正觉醒有点不同的是，这一回的救世主是位女性然后呢，救世主又一次打败了机器。最后呢，这2位救世主一起在这个用爱发电版的 Matrix 里过上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不是弯情节是不是特别敷衍差不多就是把前3部曲的故事又给讲了一遍。而且更加糟糕的是，第4部彻底否定了前3部的价值。因为在黑客帝国4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世界格局变得跟第1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加糟糕了。Neo 之前做的那些事情和那些牺牲等于都是被白费了。如果这个伟大的系列就这样被一部这么潦草和不负责任的续集给毁掉，那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也让我这个系列20年的老粉觉得非常的意难平。那是不是可以抢救一下第4部呢？也许可以其实我们只要做出一个假设，那黑客帝国4这个故事的内核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做的这个假设就是，在黑客帝国4里，其实游戏设计师托马斯·安德森生活的那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版的 Matrix， 那就是现实世界。世上也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Neo， 而只有一个精神错乱的游戏设计师安德森。如果从这个假设出发来理解黑客帝国4的话，那它就会从一部平庸的科幻烂片摇身一变成为一部脑洞大开的心理学神片。在这个假设之下，再加上我的一点脑补，那么黑客帝国4的故事就变成了下面这样。托马斯·安德森是一位传奇的游戏设计师，他因为设计出了虚拟现实游戏《黑客帝国3部曲》而名扬天下。游戏里的人物和设定是安德森结合他自己的真实经历编出来的。比如说他以他自己为原型创造了 Neo，比如说他以他亦敌亦友的游戏公司老板为原型创造了史密斯探员这个角色。在大众的眼里呢，安德森是一位天才艺术家，但在私下里呢，他其实是个死宅加上妄想症患者。他一方面备受情感折磨，他暗恋一位经常在咖啡店遇到的有夫之妇 Tiffany 20年未果。他以 Tiffany 为原型创造了黑客帝国游戏里的 Trinity， 但在现实中却一直不敢向 Tiffany 表白。而另外一方面呢，安德森也深受精神错乱的折磨。安德森患有非常严重的妄想症，他经常分不清楚现实与虚幻，而他在黑客帝国游戏里融入他自己的现实生活这一点又让情况雪上加霜。因为这让安德森经常幻想自己真的就是游戏里的救世主 Neo， 经常怀疑他自己其实也身处一个虚拟世界。在一次游戏颁奖典礼上，安德森的妄想症严重发作，他觉得自己可以像 Neo 那样飞起来，他模仿 Neo 站到楼顶边缘，跨出了那个信仰的一跃。就在大家都以为安德森死定了的时候，没想到奇迹发生了。没往下掉多远，安德森就被擦窗工人的擦窗吊篮给接住了。安德森非常侥幸地捡回了一命。对于安德森来说呢，这件事只不过是他走了天大的狗屎运偶然地捡回了一条命而已。
但对于当时在吊篮里的那个擦窗女孩来说这一遭遇却是如雷轰顶般的天启，因为这个女孩并不是偶然出现在那里的。女孩网名叫做 Bugs， 她是一位重度网瘾少女，是《黑客帝国》系列游戏的铁杆粉丝，也是《黑客帝国》的设计者 Thomas Anderson 的脑残粉，是那种可以为了爱豆去死的极端粉丝。她是一回假扮成擦窗工人本来的目的就是想借机混进颁奖典礼，好跟安德森来个亲密接触。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因此意外地救了偶像一命，这让巴克斯醍醐灌顶，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是自己的心意与天意的完美吻合，这简直就是天启嘛！正如他自己说的，在这一天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就彻底的改变了。在这一天，巴克斯确信他这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安德森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让安德森获得幸福。那么什么是安德森的幸福呢？是像他身边的朋友坚持的那样，让他一直接受心理治疗，一辈子与随时濒临失控的精神对抗，努力维持所谓的正常吗？巴克斯认为答案恰恰相反，安德森的幸福其实反而应该是跨出那信仰的一跃。巴克斯想要帮助安德森做的，并不是强行把他留在这个所谓正常的世界里，让他正常起来，他反而想是要帮他抛下一切，彻底跨入那个虚幻的世界。因为毕竟幸福这件事其实根本就无关真相，幸福只关乎感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是要做现实里的乞丐呢，还是要当梦中的帝王？巴克斯认为应该选择后者。巴克斯要帮安德森妄想成真，他要让安德森真的变成 Neo。为了让爱豆获得无上的幸福，那就索性让他彻底疯掉吧。这就是一个极端脑残粉对爱豆最深沉、最热烈，也是最扭曲的爱。帮助神回归他自己创造的天国，还有什么比这更酷、更燃、更浪漫的事呢？于是巴克斯召集到了一群伙伴，准备开始执行这个疯狂的计划。巴克斯和他的伙伴们把一辆货车改装成了《黑客帝国》游戏里反抗军飞船的样子，把它取名为摩涅摩须涅号。摩涅摩须涅呢，是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之所以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寓意也非常的明显，那当然就是他们准备要修改安德森的记忆，他们要用虚幻的想象代替安德森的真实记忆。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另一边的安德森在那次跳楼自杀未遂事件之后开始接受一位心理医生的治疗。除了定期接受心理咨询之外医生也给他开了一种蓝色胶囊包装的精神镇定药物，帮助他减轻妄想症状。安德森的精神状态一度好转，但相对平静的生活却被《黑客帝国》游戏第4代的开发工作给彻底打破了。维新开发第4代游戏让安德森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开始停药，这又让他的病情进一步的恶化。这一来呢，暗中监视安德森的巴克斯和他的伙伴们觉得他们介入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们借恐怖袭击的威胁制造混乱，巴克斯的一位伙伴趁机潜入，宣称自己是新一代的 Morpheus， 试图拐走安德森。没想到公司保安这时赶到与 Morpheus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在安德森的幻觉里呢，这个场面被放大成了武装特警与 Morpheus 的激烈枪战。准备最后撤离公司的老板无意中闯入了混局，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进一步催化了安德森的幻觉。因为老板就是史密斯探员的原型嘛，于是在安德森的幻觉里，老板与史密斯探员也正式合体了。由于保安和老板的搅局，脑残粉丝团的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安德森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在心理医生的干预下暂时稳定了下来。于是呢，巴克斯只好亲自现身，他把自己带入到了《黑客帝国》游戏第1代中的 Trinity 的角色里，按照《黑客帝国》第1代游戏的剧本来诱导安德森的妄想症逐步升级，比如说用小白兔的纹身来诱拐安德森。凡是遇到跟剧本不符合的呢，他就推给技术进步，反正已经半疯的安德森能够自己脑补细节。来到一个废弃的剧院之后他们与 Morpheus 的人会合，为了营造气氛他们还在幕布上打上了《黑客帝国》第1代游戏的过场画面。Morpheus 拿出了红色药丸让安德森吃下，红药丸呢其实是安眠药是接下来的大型过家家游戏的道具。在被蛊惑了一番之后，安德森吃下了红色药丸。这时候一直在留意安德森动向的心理医生跟踪他赶到了剧院，与一同赶来的警察试图解救安德森，但是没有成功。红色药丸起效，昏迷之后的安德森被转移到了记忆女神号里。他在昏迷中被剃掉头发，脑后被贴上了插口。醒来之后呢，安德森一摸自己的秃瓢，再一摸脑后的插口，长叹一声，我之前果然是生活在 Matrix 里这一下我终于来到现实世界了。被警察追捕的巴克斯情急之下来到了以前自己待过的网瘾治疗中心避难。网瘾中心的管理者是个老太太正在尝试用劳动治疗法让那些网瘾少男少女们种草莓来治疗他们的网瘾。Neo 认为Trinity 和自己一样也是被机器洗脑然后被监禁了起来，他提出要去唤醒 Trinity。于是呢，众人就往 Trinity 的原型，也就是那位有妇之夫 Tiffany 工作的修车行奔去。
半路上，史密斯探员，也就是老板突然杀出，他对安德森说：“你其实很好预测啊。”原来老板凭借着跟安德森20多年的交情，料到暗恋 Tiffany 的安德森很有可能会去找他，于是就在必经之路上守株待兔，想从那群脑残粉手里解救安德森。老板怂恿一群流浪汉跟脑残粉军团打了起来。安德森平时在上班路上也经常遇到这帮流浪汉，其中有一个精神有点问题，老是幻想自己是个优雅的法国贵族，还偶尔会飙几句法语。安德森对他印象深刻，曾经以他为原型创造了《黑客帝国2到3》里的那位法国人角色。流浪汉里其中有一位显然不久前刚刚看过哪吒cosplay 的有模有样。为了留住安德森，老板史密斯甚至不惜道出了埋藏在自己心底20多年的爱意。他亲口说：“安德森和史密斯，我俩就是1和0啊。” Anderson and Smith, ones and zeros.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连双方的角色都交代的这么一清二楚，听得旁人羞得不要不要的。可惜呢，脑子越来越浆糊的安德森完全没有 get 到史密斯的爱意，反而把他给胖揍了一顿。安德森终于来到了 Trinity 的修车行，从史密斯那儿接到消息的心理医生这时也赶到了，劝安德森回去接受治疗。这位心理医生也够敬业的，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治疗。但可惜的是，安德森自己已经放弃治疗了。妄想症这时候又剧烈发作起来，他把心理医生想象成了新 Matrix 的设计者，还构思出了那一套用爱发电的鬼扯理论。黑客帝国游戏里那个用人体发电的设定本来就挺扯的，核电煤电他们不香吗？但相比之下，现在这个用爱发电的设定才是扯到没边了不过够扯才合理嘛。因为这时的安德森已经错乱得非常厉害现在的他脑瓜子里可构思不出什么像样的点子了。严重的妄想症呢，有一个表现是时间感混乱。在安德森的幻觉里心理医生学会了进阶版的子弹时间，动作变得飞快。其实在心理医生眼里呢，真实情况应该是安德森他自己突然表演起了慢动作然后就突然逃跑了，留下医生与 Tiffany 两脸蒙圈，面面相觑。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在目睹了这一出闹剧之后呢， Tiffany 对于安德森这位多年咖友放心不下，来到心理医生上班的精神病院询问情况。尾随而来的安德森抓住了 Tiffany 逼问你到底愿不愿意跟我走？Tiffany 一看局面不大对头丢下一句我还有老公孩子呢，就掉头走掉了。安德森情绪失控之下大打出手，脑残粉军团与精神病院的保安们打成了一锅粥。史密斯突然现身不过这一回他居然站到了安德森这一边。在上一回被胖揍了一顿之后史密斯也意识到拉安德森回到现实并不会让他幸福，于是他咬牙放下了自己对安德森的感情，认同了 Bugs 的理念，站到了他们这一边。这就解释了为啥史密斯来回横跳了。这时候安德森突然发现明明已经离开了的 Trinity 突然又出现在了战局中。安德森眼前出现了重影，他仿佛看到 Trinity 和 Bugs 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但是很快Bugs 的影像消失，那个身影稳定成了 Trinity 的样子。这里的真实情况其实是由于被 Tiffany 拒绝受到刺激的安德森病情进一步加重了，他看到的那个身影其实就是 Bugs。由于 Bugs 之前一直在扮演游戏里 Trinity 的角色，于是恍惚之间呢，安德森就把 Bugs 当成了 Trinity。那短暂的重影其实就是安德森心中的最后一点理智的挣扎。但是很快幻觉彻底压制理智，重影消失， Bugs 彻底变成了 Trinity。而被当成 Trinity 的 Bugs 当然不会揭破这个真相因为这是比他的预想还要美好的意外发展他本来呢也就是把自己当成慕容复眼中的阿碧而已这下可好自己成了王语嫣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与安德森上演情侣大逃亡。而在完全陷入幻觉的安德森眼里呢，精神病院里那些前来围观的病友们都成了被机器控制的 NPC。 眼看自己被包围，安德森又一次试图用信仰一跃来解决问题。千钧一发之际Bugs 抓住了安德森，又一次救了他。而在安德森眼里呢，这是 Trinity 完成了真正的觉醒，成长成了新一代的救世主，用飞行技能救了自己。但真实情况是，这一会觉醒的仍然是安德森他自己只不过这里的觉醒是加引号的，是安德森从此彻底陷入了妄想的世界，再也看不到真实了。最后呢，两位救世主的确过上了双宿双飞、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只不过呢，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 Matrix 里，而是发生在安德森主观的精神世界中。他们真实的结局更可能是 Bugs 带着彻底疯狂的安德森隐居，陪伴在他的左右，陪他玩那个永远都不会完结的过家家游戏。陪在安德森身边的 Bugs 脸上也许经常会泛起凄楚憔悴的神色，但是望向安德森的眼神里却也饱含着幸福。这个结局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不用怀疑啊，这个结局就是我从《天龙八部》那里照搬过来的。故事最后的 Neo 和 Trinity 啊，当然实际上是 Neo 和 Bugs， 他们不就是《天龙八部》最后一幕里的慕容复和阿碧吗？慕容复在他永远也醒不过来的帝王梦里复兴了大燕国，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大燕皇帝，而彻底疯掉的 Anderson 也终于降临 Matrix， 如愿以偿的成为了救世主 Neo。 在旁人眼里，慕容复和 Anderson 的结局当然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又何尝不是莫大的幸福呢？我们就由得他活在他美梦之中，我们又何必再打扰他呢？以上就是我用一个心理惊悚片的逻辑来理解的《黑客帝国4》的情节。我当然知道啊，这种另类的理解只不过是我这样一个不甘心的影迷的一厢情愿罢了，是我的过度脑补和过度解读。但是你就当我是慕容复吧，如果 Morpheus 也给我递来一颗红色药丸和一颗蓝色药丸的话，那我是会选择那颗蓝色药丸的，因为我宁愿相信我自己编出来的这个心理惊悚版的《黑客帝国4》才是真实的版本。在我的这个版本里，《黑客帝国4》也就不能简单的是算作烂片了，而是成了一部另辟蹊径的邪典。而且这样一来呢，它也就没有拖累前3部啊，反而是完成了对前3部的一种颠覆。因为在这个视角之下，它首先完成了对前3部曲技术设定上的颠覆，它让我们看到无法区分现实与虚幻这个命题，其实根本就无需借助高科技设定来展现。想要踏入虚幻的话，要啥虚拟现实，要啥脑后插管，你只要疯得足够彻底就好了。不是虚拟世界足够真实，你才无法分辨真假。即使身处现实世界，有时候你也无法分辨何为真实，何为虚幻。这是心理惊悚对科幻惊悚的颠覆。而更加重要的颠覆是在思想内核上的。黑客帝国前3部的核心观念是，感觉上真实的未必是真实。但是我们这个心理惊悚版的黑客帝国4对这个核心观念做了一个彻底的颠覆，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感觉上的真实才是唯一的真实，一切只关乎感受。何必在意世界的真假呢？镜花水月又如何呢？我相信的便是真实。笑你我往花光心地，愛競逐鏡花那美麗，怕幸運會轉眼遠逝，為貪嗔喜惡怒着迷，責你我太貪功戀勢，怪大地眾生太美麗，悔舊日太執信約誓，為悲歡哀怨妒着迷，捨不得璀璨俗世。躲不開痴戀的人為，找不到色相代替，參一生參不透這條難題，吞風品雨裝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趕海踐雪徑也未絕望，拈花把酒偏折殺世人情狂，憑這兩眼與百臂或千手不能。